前雷大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今天咱们得聊一个最近让很多人都特别揪心，甚至有点焦虑的话题。没错，就是纳斯达克这一波大跌。这到底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一个抄底的好机会呢？还是说这只是更大风暴来临前的一个小前奏？我猜呀，你打开账户，看到原来一片绿油油的数字，现在变成了刺眼的红色，心里是不是也路灯一下？是不是有种感觉，就好像一下子穿越回了2000年那个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前夜？这种感觉，说实话，我太理解了。不过咱们都知道啊，恐惧这东西往往都是源于未知，所以啊，今天咱们的分析就先不谈感觉，咱们直接上数据，把今天和2000年摆在一起，用实打实的数据看一看，历史它到底是不是在简单的重演。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，哎呀，现在这个估值感觉也不低了呀。但是你等一下啊，我们拉开数据仔细看看，就会发现今天和2000年那会儿那可真是两码事儿。你看啊，首先咱们看一个很硬核的指标，自有现金流利润率。现在科技行业大概是11%，什么概念？就是真金白银能揣兜里的钱。那2000年呢，可怜巴巴的2%。这说明啊，今天的科技公司是实打实的现金牛，不是画饼充饥。再来看估值溢价，就是科技股比大盘贵多少，现在是 1.5 倍，当年呢足足 2.4 倍，那个泡沫吹的可比现在大多了。哎，最关键的一点来了，今天的远期市盈率大概在25倍，那2000年呢压根儿没法算，因为好多公司根本就不赚钱，纯粹是亏钱在讲故事。为了让你感受更直接一点，咱们来看一个数字，一个简直是有点荒谬的数字，200。没错，这就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最疯狂的时候，纳斯达克的平均市盈率。你想想，是今天水平的6倍还多。那时候的市场啊，说白了，就是建立在各种天马行空的梦想和故事上，跟实实在在的盈利关系真不大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知道了，今天跟2000年有本质上的区别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现在市场的下跌，它到底是个啥性质呢？是正常的颠簸一下，还是说真的是长期崩盘的开始？要回答好这个问题啊，咱们必须得先搞懂两个特别关键的概念。第一个概念我们行话叫杀逻辑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一家公司的核心商业模式，它那个赚钱的路子被市场证明是走不通的，是彻底失败了，那公司就可能面临倒闭的风险。这种情况在2000年那会儿简直是家常便饭，好多公司钱烧光了，也没找到怎么赚钱，他们的商业逻辑被证伪了，那股价可不就奔着归零去了吗？那第二个概念呢，叫做杀估值，这个就好理解多了。它指的是一家公司本身没问题，基本面很强，商业模式也靠谱，但是因为整个大环境变了，比如说央行加息了，大家对经济前景悲观了，导致它的股票估值被往下压。就好像公司还是那个好公司，但市场只愿意给它打个折，股价自然就变便宜了。这么一对比，是不是就特别清楚了？杀逻辑是2000年的主旋律，是公司本身的商业模式出了问题，是生存危机。而今天我们主要面对的是杀估值，是外部环境的压力让好公司的股价暂时打了折，这是价格调整。一个是要命的，一个是肉疼的，性质可完全不一样。好了，既然我们排除了2000年那种级别的崩盘恐慌，那是不是就高枕无忧了呢？当然不是，我们今天也面临着自己独特的风险，有3个宏观层面的逆风是每个投资者都必须盯着的。而且啊，这3个风险它不是孤立的，是一环扣一环。首先就是美联储的政策，现在搞的这个量化紧缩，预计到2025年底就结束了。但问题是，财政赤字那么大，钱从哪儿来？很可能就得被迫搞一种隐形的量化宽松。其次，这种变相的印钱，后果是什么？很有可能在未来1-2年又搞出一波新的通货膨胀。最后就是地缘政治风险，尤其是贸易关税，这个东西一旦搞起来，会直接打到上市公司的盈利和供应链上。你可别小看这个关税风险，高盛就算过一笔账，如果美国对主要的贸易伙伴持续搞高额关税，
那么标普500这些大公司的每股收益就可能因此减少2%到3%。你看，一个政治上的决策是能直接变成你投资组合里的真金白银的损失的。好了，分析了这么多风险和区别，咱们终于来到最重要的部分了，到底该怎么办？面对这么多不确定性，最忌讳的就是凭感觉瞎操作。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清晰的、有纪律的策略框架。在你做任何投资决定之前，我建议你先给自己做个体检，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你的风险承受能力怎么样？市场要是跌个20%，你晚上还能睡得着觉吗？第二，你的投资期限是多久？这笔钱是3年后买车要用，还是30年后老了的？时间越长，你承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你用来投资的钱是不是闲钱？也就是说，这笔钱就算短期亏了，也绝对不会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。好的，现在你有闲钱了，该怎么投进去呢？无非就2种主流方法，一种是梭哈，一次性全投进去；另一种是分批加仓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定投。从历史数据来看，很扎心，梭哈在大概75% 的时间里回报是更高的，但它的缺点也致命啊！万一你一买进去，市场就大跌，那个心理压力一般人真扛不住。而分批加仓呢，虽然可能会让你在牛市里少赚点，但它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平滑波动，让你在下跌的时候心态特别稳，也更容易坚持下去。除了常规的定投，还有一种机会是专门留给那些有准备的投资者的。我喜欢叫它黄金坑。它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市场因为极度的恐慌或者突发的政策冲击，导致了一场跟公司基本面没关系的极端下跌。这就是杀估值杀到极致的时候，是千载难逢的买入好公司的机会。那怎么才能知道黄金坑来了呢？总不能靠猜吧？我们可以设定一些量化的扳机，比如说那个被称为恐慌指数的 VIX， 如果持续在30以上，那就说明市场已经吓破胆了。或者代表纳斯达克100的那个 ETF QQQ， 从高点跌下来 30% 到 40%， 再或者突然爆出来一个重大的利空政策，当这信号灯亮起的时候，就是你动用那笔战术储备资金的绝佳时机了。好的，咱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观点。其实，面对市场的这些风风雨雨啊，我们最需要修炼的是一种能够穿越短期迷雾，看到未来的长远眼光。我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这句投资界的至理名言 ：Time in the market beats timing the market。翻译回来就是，你在市场里待的时间长度，远比你试图精准的抄底逃顶要重要的多。想预测市场的短期涨跌，那跟赌博没两样。真正能让你穿越牛熊的，是长期持有那些优质的资产。最后，也留给大家一个问题，可以好好想一想。放眼未来10年，你觉得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，最大的风险究竟是错过了这个时代科技发展的巨大积蓄，还是在市场的短期波动里被一时的恐慌情绪给吓得割肉离场？希望今天的分析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。如果你觉得有帮助，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，也欢迎关注我们的钱雷达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